10秒钟引爆全网，一个动作为何能击中心理？谁也没有想到，一段不到10秒的视频，竟能以摧枯拉朽般的速度点燃整个网络。那天的新疆，天气晴朗，光线从雪山方向铺洒而来，空气冷得干净，像可以直接吸进心里。白鹿与范丞丞正在进行录制，两人身上穿着塔吉克族传统服饰，色彩明亮，纹样有序，带着浓厚的民族质感。就在摄像机正常运转，工作人员走动的过程中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文化礼仪瞬间发生了。白鹿轻轻握住范丞丞的手，在他的掌心落下一记极轻的吻。他的动作不带犹豫，也不带刻意，就像顺着当地习俗自然完成的礼节。下一秒，范丞丞抬起手，极轻地触碰白鹿的头侧。那个动作轻得像要被风吹散，却柔和的足以让无数网友一瞬间定格呼吸。视频上传后，评论区像被引爆的火药桶，炸得迅速、猛烈，毫无征兆。人们开始不断截图、放大、重复观看，试图捕捉真相。10秒钟的画面被解析得像一部悬疑大片。这是节目效果？是文化体验？还是隐藏着不方便公开的情感？疑问迅速蔓延，而热度也在同步攀升。视频上传当晚，白鹿、范丞丞的相关词条直接冲上热搜前排。评论区里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情绪展览现场。有人甜到捂嘴，我不行了，这是什么绝美互动？有人怀疑，普通同事之间会这样吗？有人吃瓜吃到走不动路，我愿意看他们互动看1年。也有人阴阳怪气，这明显不是文化礼仪吧？不同的声音互相碰撞，像一场没有硝烟但极度喧嚣的混战。10秒钟的视频被赋予了远超过本身重量的意义。但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点，塔吉克族的礼节文化从来就比我们想象的更直接、更真诚。如果不了解背景，很多动作看起来像暧昧，但如果了解文化，它们其实只是日常。塔吉克族的礼节文化有着自己的历史脉络，他们的表达方式真挚直接，不带绕弯，不讲究遮掩。他们的传统致意方式往往包括：男性之间会握手再吻手背数次，女性之间可能会亲吻唇边，长辈会亲吻孩子的额头，甚至眼睛表达慈爱。晚辈向长辈表达尊敬时，会亲吻对方掌心。这些动作在外人看来容易被误解，但对当地人来说，它们不是浪漫，而是礼节，是文化，是传统的一部分。白鹿和范丞丞的那一刻，看似让人心跳，但如果放在塔吉克族的文化背景里，它不过是一种对当地习俗的尊重与参与。可惜，很多网友只看见动作，却没有看见文化。根据现场知情人士透露，那天的录制节奏非常紧凑，他们要学习舞蹈、体验饮食、参与仪式，而参与仪式的环节中就包含掌心亲吻的传统问候礼节。整个过程没有任何隐秘性，现场站满了摄影师、导演、工作人员，长枪短炮对准2位艺人，每一个动作都在镜头的包围下完成。录制间隙里，他们并肩坐着休息，手里捧着当地牧民递来的奶茶。周围是一群跳舞的孩子，以及正在准备仪式道具的大人们。那是一种非常真实、非常朴素的氛围，温暖、热闹，人情丰富。正是这样的环境，让他们能够自然地做出文化中的礼仪动作，而没有任何刻意的暧昧意味。5网友为何脑补？根源藏在2人的人设对比。白鹿一直给人一种直爽、不做作，带点侠气又带点柔软的感觉。他会主动照顾人，会在团队气氛低落时用幽默把所有人拉回来。范丞丞则相反，沉稳，不喧哗，不抢镜，却细腻到让人会忽略他的存在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他突然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，会让整个气氛变得柔和下来。这样的2个人站在一起，自带化学反应。网友磕到的不是恋爱，网友磕到的是2种性格碰撞出的自然流动感。真实的人性互动，总能击中观众最柔软的地方。外界看似甜蜜的互动，其实都是一点一滴从相处中累积而来。
白鹭会提醒范丞丞背心别着凉，范丞丞会在寒风中替白鹭挡住风口，白鹭会在游戏环节调侃他，范丞丞会用一句简单却精准的话把他逗得笑出声。这些不是刻意营造，也不是综艺套路，是两个性格天差地别的人在合作中找到的舒服节奏，不是角色，不是剧本，而是真实互动的延伸。为什么网友会如此关注别人之间的互动？因为每一个被现实消耗的人，每一个被压力压得抬不起头的人，每一个被孤独困住的人，都渴望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温暖，看到治愈，看到某种能暂时安抚自己的东西。一个轻轻的触碰，一句自然的关心，一次不经意的保护，都能让屏幕另一端的陌生人产生共鸣。当我们看到温暖，我们会被提醒，原来世界上依旧有温柔值得期待。8热度高到团队沉默，不是默认，而是无必要回应。面对评论席卷全网，连夜破100万讨论的热度，两方团队都选择沉默。不是默认，不是怕噪音，而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太普通。它是文化体验的正常环节。真正了解综艺录制逻辑的人都知道，参与当地礼节是固定流程，没有粉红，没有暗示，没有额外意义。回应什么？回应礼仪本身就是礼仪吗？那反而会制造新的误解。累的时候靠在后台椅子上短暂放空，有趣的时候互相吐槽，每次体力任务互相加油，一切都是正常同事关系的自然表达，没有刻意拉近，也没有刻意拉远。他们之间没有不自然的暧昧，只有人与人之间共同完成工作的那份纯粹默契。因为所有的自然在镜头前都会被放大成话题，这是职业的宿命，也是不必要的压力。塔吉克族的文化礼节是一种美，一种真诚而古老的情感表达方式。如果人们因为误会而把这种纯粹的文化曲解成暧昧动作，那不仅对艺人不公平，也对当地文化造成伤害。在讨论最激烈的时候，有网友开始做文化科普，有人贴出当地礼节的纪录片，有人引用学者研究，有人呼吁大家理性。混乱的舆论里，那些坚持传播真实的人，像黑暗里透出来的微光，让整件事情逐渐回到正确方向。但他们会记得那一帧画面。阳光下，白鹭与范丞丞身着民族服饰，完成着一种源自当地传统的文化礼仪。他们的动作自然，眼神干净，像把所有城市喧嚣隔绝在远处。感谢你愿意耐心读到这里。如果这段故事也让你有所触动、思考或产生疑惑，欢迎在评论里分享你的看法。你的每一次留言都是推动讨论向着真实与善意前进的一部分。如果你愿意继续看到更多真实、有力量的故事，也欢迎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次再一起继续说那些值得被记录、值得被看见的瞬间。